我爸开了10几年废品回收站，附近的人都叫他破烂王。别人收废品是为了卖钱，我爸不一样，他总喜欢往回捡东西，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。以前我总嫌他捡破烂丢人，直到这个月我才知道他有多厉害。大概从上个月开始，我爸不收普通废品了，反而高价收钢板、工字钢、旧发电机、柴油桶、旧电瓶，连废弃的集装箱都收了好几个。我问他收这些干嘛，他只是嘿嘿一笑，攒着有用。直到昨天，他让我去废品站帮忙，我才知道他说的有用是什么意思。废品站的中间用厚钢板焊了个2层的铁房子，墙面是双层钢板，中间还夹着水泥，窗户小的只有巴掌大，门是厚重的钢板门，跟银行金库门似的。房子周围用废弃的汽车壳、钢筋、铁板堆了一圈围墙，足足2米高，顶上还插着碎玻璃和钢筋头。铁房子里面更是让我大开眼界，下层是储物间，堆满了他收来的物资，里面油、罐头、矿泉水、药品五花八门，应有尽有，还有好几台旧发电机、成桶的柴油，连净水设备都是他自己拼出来的。上层是住人的地方，有床有桌子，还有个小厨房，用的是罐装煤气。爸，这都是你自己弄的？我震惊的说不出话。他抹了把脸上的锈迹，笑得很憨厚，没事就焊一点，弄了快1个月了。前阵子收废品，从医院扔出来的废料里看见好多带血的防护服，还有废弃的病历，上面写的症状怪得很。后来又听流浪汉说城东废楼里有死人，被啃得不成样子，我就觉得要变天了，所以你就建了这个铁房子，咱们没别的本事，就会摆弄这些破烂。他踢了踢脚下的钢板，这房子结实，子弹都打不穿，那些怪东西肯定进不来。物资我攒了不少，省着点用，撑个1年半载没问题。我还弄了个雨水收集系统，喝水也不愁。当天晚上我妈也搬过来了，还带了好多家里的被褥和衣服。她一边铺床一边念叨，跟你爸过了一辈子，就爱捡破烂，这回可好，捡出个房子来了。话虽这么说，脸上却带着笑意。我们一家人在铁房子里吃了顿简单的晚饭，外面刮着风，废品站里黑漆漆的，只有铁房子里亮着灯，温暖又安稳。变故发生在深夜，我被一阵咚咚的巨响吵醒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撞废品站的大门，紧接着是沙哑的嘶吼声，一声接一声，在深夜里格外恐怖。我赶紧爬起来，我爸已经拿着一根钢管站在观察口前了，脸色很凝重。爸，是那些东西。他点了点头，沉声道：别慌，大门结实，围墙也高，他们进不来。去把你妈叫起来，把灯关了，别出声。黑暗里，撞击声和嘶吼声还在继续，撞击声在10分钟里升级了3次。起初还是沉闷的咚咚声，像有人攥着拳头一下下砸在厚铁皮上，到后来已经变成了震得墙皮簌簌掉渣的巨响。每一次撞击落下，整个废品站的地面都跟着发颤。我攥着从墙角抄起的螺纹钢筋，指节捏得发白，隔着巴掌大的观察口往外看，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，连呼吸都不敢太重。月光昏沉沉地洒下来，给围墙外的身影镀上一层惨白的光。我数了数，影影绰绰至少有10几只，都歪着身子在原地晃，喉咙里发出呵呵的沙哑嘶吼。撞大门的那只格外扎眼，个子比常人高出整整1个头，肩膀宽得离谱，身上套着件撕成布条的工装服，露出来的皮肤是青灰色的，肌肉像石头块一样纠结着。他每一次用肩膀撞上去，2指厚的货车厢板改的大门就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，门轴处已经翘起来一块，螺丝崩得四处乱飞。爸，这门能撑住吗？我声音有点发紧，侧头看向身边的父亲，他手里攥着那根磨得发亮的钢管，另一只手爬着观察口的边缘，眉头拧成了疙瘩。昏黄的应急灯从身后照过来，在他脸上投下深深的阴影，脸上的锈迹还没擦干净，眼神却亮得吓人。撑不住也得撑。他声音很低，带着点沙哑。这门是去年收的半挂车厢板改的，曹钢焊的矿，本来以为撞个野猪都没问题，谁知道这鬼东西力气这么邪乎。我心里一沉，以前总觉得父亲焊东西是瞎折腾，什么都要加厚加固，说结实点总没错。那时候我还笑他杞人忧天，现在看着那扇在撞击下不断变形的大门，我才知道他的谨慎有多重要。母亲也轻手轻脚地走了过来，手里攥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，脸色发白，但脚步很稳。他把一摞旧棉被抱过来，堆在门后，要不把这个抵上，多少能缓冲点。不用，父亲头也没回。铁房子的门是金库门级别的，他们就算进了院子也进不来这屋。现在怕的不是大门破，是他们绕着围墙找薄弱点。这围墙是汽车壳和钢筋堆的，有的地方焊得没那么牢，像是印证他的话一样。侧面围墙忽然传来刺来一声金属刮擦的声响，我赶紧挪到另一边的观察口往外看，就见2只瘦高的丧尸正扒着围墙往上爬，指甲又长又黑，抠在铁板的缝隙里，磨得滋滋作响。围墙顶端插的碎玻璃扎进了他们的手掌，黑红色的血顺着胳膊往下流，他们却像完全感觉不到疼一样，还在一点点往上挪。其中一只的脑袋已经快够到围墙顶了，找死！父亲低骂一声，攥着钢管凑过去，瞅准时机，猛地把钢管从观察口的缝隙里捅出去，狠狠砸在那只丧尸的太阳穴上。砰的一声闷响，那丧尸身子一歪，直直地摔了下去，砸在地上发出沉重的声响。我以为他死了，刚要松口气，就见那丧尸在地上抽搐了2下，居然又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，脑袋歪成一个诡异的角度，却还是朝着围墙走了过来。这都不死！我倒吸一口凉气，打脑袋都没用。没砸实，父亲把钢管收回来，上面沾了黑红色的血。这些东西没痛觉，骨头比常人硬得多，得把脑壳砸烂才能彻底消停。刚才角度不对，只砸破了皮。他顿了顿，语气沉了几分，比我预想的还凶。前阵子听城东的流浪汉说，废楼里的死人被啃得只剩骨头，
我还以为是野狗发疯，现在看这根本不是普通的瘟疫。我没说话，心里翻江倒海。就在1天前，我还觉得父亲建这个铁房子是老糊涂了，是捡破烂捡魔怔了。可现在听着外面此起彼伏的嘶吼声，看着这栋被废品堆出来的堡垒，我才明白他不是疯了，是比所有人都先嗅到了危险的味道。10几年收废品的生涯，让他见过太多被丢弃的废物，也练就了一双能从破烂里挑出宝贝，能从平静里看出危机的眼睛。后半夜的时候，大门的撞击声渐渐弱了下去，那些丧尸好像失去了耐心，不再集中撞门，而是分散在围墙四周，漫无目的的晃悠，时不时扒拉2下围墙。嘶吼声还是一声接一声，在寂静的深夜里格外瘆人，但好歹暂时没有破防的风险了。我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一点，腿肚子都有点发软，刚想靠在墙上歇口气，就听见远处的巷口传来了凄厉的呼救声，是女人的声音，带着哭腔，中间还夹杂着小孩压抑的哭声，顺着夜风飘过来，清清楚楚地钻进我们耳朵里。有人吗？开门啊！救命！求求你们了！我心里一紧，立刻凑到观察口往声音来的方向看。昏暗的月光下，几道人影跌跌撞撞地从巷口跑出来，身后跟着4、5道更快的黑影，张牙舞爪地追着，距离越来越近。爸，外面有幸存者！我转头看向父亲，声音里带着点急切，他们被丧尸追了。父亲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一把拉住我，别出声，关灯就是为了不引东西过来，一开门咱们这地方就暴露了，到时候全得完。可是他们快被追上了，里面还有个小孩。我急了，指着外面，你看，最前面那个女的抱着孩子都跑不动了。母亲也趴在观察口看，叹了口气，拉了拉父亲的胳膊，他爸，要不想想办法，都是人命啊，还有个那么小的娃。父亲抿着嘴，眼神死死盯着外面那几个人。那队人一共4个，跑在最前面的是个抱着小女孩的女人，头发都散了，跑得踉踉跄跄。她身后跟着2个男人，一个年轻点的，手里攥着个扳手，时不时回头打一下；另一个中年男人，胳膊上已经挂了彩，血流了一胳膊。跑在最后的是个高个子男人，拿着一根木棍断后，边打边退。追他们的丧尸速度极快，比刚才撞门的瘦丧尸快得多，几步就拉近了距离。断后的男人一棍子砸在最前面的丧尸头上，那丧尸只是晃了晃，反手一爪子挠过去，男人胳膊上立刻多了3道血口子。他们已经跑到了围墙跟下，拼命拍打着铁板围墙，喊声带着哭腔，里面的大哥大姐，求求你们开门，我们快撑不住了。最前面那只丧尸已经扑了上去，中年男人一把将女人和孩子推到身后，自己转身去挡，胳膊上又被抓了一下。我看的心都揪起来了，转头对父亲说，爸，我们不开大门，用滑轮把他们吊上来行不行？你之前装的那个吊重物的滑轮能吊几百斤，不用开门，不会放丧尸进来的。父亲的目光落在围墙顶端那套简易滑轮上，那是他平时吊废钢用的，焊得很牢，承重足有上千斤。他又看了看墙外越来越近的丧尸，咬了咬牙，狠狠拍了一下墙，行，但只能吊上来，大门绝对不能开，你去拿最粗的麻绳，快！我赶紧转身往储物间跑，母亲也跟着我一起翻出那捆手腕粗的尼龙绳。等我们把绳子搬过来的时候，墙外的惨叫声更急了，断后的那个高个子男人已经被2只丧尸围住了。父亲站在围墙上的瞭望口，把绳子放下去，大喊，把绳子套在腰上，一个一个来，先让女人和孩子上，快！下面的人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那个女人赶紧把绳子套在自己和孩子身上，哭着喊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父亲和我一起用力把母女俩慢慢拉了上来。女人刚翻上围墙，腿一软就瘫在了地上，怀里的小女孩吓得脸都白了，紧紧抱着妈妈的脖子，一声都不敢哭。第2个拉上来的是那个年轻小伙子，他胳膊上被划了一道，流着血，上来之后大口喘着气，话都说不出来。第3个是那个中年男人，他把绳子系在腰上，刚要往上走，忽然转头大喊，老二，快过来，该你了。我往下面看，那个断后的高个子男人已经被逼到了墙角，身边围着3只丧尸，身上到处都是伤。他听见喊声，抬头看了一眼，忽然笑了笑，对着上面喊，哥，你带嫂子和丫丫走，别管我。说完，他猛地转身，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去，嘴里大喊着，故意把丧尸往远处引。老二，中年男人红了眼，就要往下跳，别下去。父亲一把拉住他，脸色铁青，来不及了，你下去也得死。就在这时，巷口忽然传来一声震耳的嘶吼，一只比刚才撞门那只还要壮硕的丧尸慢悠悠地从阴影里走了出来，身高快有2米了，胳膊比普通人的腿还粗。他看都没看跑远的高个子男人，径直朝着围墙这边走了过来，每走一步，地面都微微发颤。糟了，父亲的声音瞬间绷紧了，快拉他上来！我和父亲赶紧用力拽绳子，中年男人一点点往上升，可那只巨型丧尸速度一点都不慢，几步就冲到了围墙下，抬起拳头狠狠砸在了围墙的汽车壳上，哐一声巨响，震得我耳朵嗡嗡响。厚达5毫米的汽车铁皮直接被砸出了一个深深的大坑，周围的焊缝都裂开了，上面的人全惊呆了。那丧尸抬起头，浑浊的灰白色眼珠死死盯着围墙上的我们，张开嘴发出一声沙哑的震得人耳膜发疼的嘶吼。紧接着他伸出蒲扇大的手，一把扒住了围墙的缝隙，胳膊上肌肉绷紧，开始往上爬。碎玻璃扎进他的手掌，黑红色的血顺着胳膊往下流，他却像毫无知觉一样，攀爬的速度快得惊人。只是2下，他的半个脑袋就已经露出了围墙顶，腥臭的风扑面而来。父亲一把将我往后拽开，手里的钢管横在身前，眼神冷得像冰。抄家伙，他沉声道，这东西要上来了。腥风鲜于丧尸翻上了围墙，带着腐臭和铁锈的味道扑面而来的瞬间，我手里的消防斧已经劈了出去。这把斧头是父亲从废
废品堆里翻出来的。斧刃磨的雪亮，本来是用来劈废木头的，现在成了我们手里最锋利的武器。斧刃结结实实的砍在那只巨型丧尸的肩膀上，却像砍在了一块进了水的硬橡胶上，只豁开一道浅浅的口子，连骨头都没伤到。反震的力道顺着斧柄传过来，震得我手心发麻，斧头差点脱手。那丧尸吃痛，嘶吼着挥起胳膊扫过来，带起的风刮得我脸生疼。我往后一仰，整个人摔在围墙顶上，差点从另一边掉下去。小心！父亲大喊一声，攥着钢管冲了上去，瞅准丧尸抬头的间隙，狠狠一钢管砸在了他的眼眶上，咔嚓一声脆响，像是骨头碎了，黑红色的血混着白色的东西喷了出来。那丧尸惨叫一声，身子晃了晃，却没掉下去，反而另一只手往上一抓，死死抠住了围墙顶的钢板，指甲都劈裂了。他剩下的那只眼睛死死盯着父亲，充满了狂暴的杀意。我来帮忙！那个年轻小伙子也冲了上来，手里攥着一块大砖头，狠狠砸在丧尸的手背上，砖头都砸碎了，那只手却纹丝不动。中年男人也红了眼，抄起一根钢筋，对着丧尸的脑袋就扎了下去。钢筋扎进了他的脸颊，从另一边穿了出来，可他还是没松劲，反而借着这股力，半个身子都翻了上来。砸他脑袋，往死里砸！父亲吼着，双手攥着钢管，一下接一下的砸在丧尸的头顶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，钢管都砸变形了。丧尸的头顶被砸得血肉模糊，头骨都碎了。他的动作终于慢了下来，抠着钢板的手一点点松开，身体晃了晃，重重的摔了下去，砸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巨响，抽搐了2下，彻底不动了。所有人都瘫在了围墙顶上，大口大口的喘着气。我手心全是汗，斧柄滑溜溜的，心脏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和这种怪物搏斗，刚才那一瞬间，我真以为我们都要死在这了。父亲抹了一把脸上溅到的黑血，喘着气说：“这东西比我想的还硬，普通的刀砍上去根本没用，得用钝器往死里砸脑袋才行。”他低头看了看围墙被砸凹的地方，眉头皱得更紧了。这地方已经裂了，是薄弱点，再来一只这样的，肯定挡不住。我们从围墙上下来，回到铁房子里，关上门的瞬间，外面的嘶吼声好像都远了不少。厚重的钢板门隔绝了大部分声音，也给了我们一点安全感。大家围坐在桌子边，借着应急灯的光，互相打量着。父亲先开口了，语气很平静：“先说说情况吧，你们都是哪的？外面现在怎么样了？”抱着孩子的女人先开口，眼睛红红的，声音还带着哭腔：“我叫李梅，家就在前面的家属院。这是我女儿丫丫，5岁了。昨天半夜忽然就出事了，楼下的王大爷疯了一样咬人，我老公为了护我们，被咬伤了。我跟着我小叔子跑出来的，路上遇到了他们。”他指了指那个中年男人和年轻小伙子。中年男人点了点头，声音沙哑：“我叫王建军，跑货运的。这是我弟媳妇和侄女，我弟王建强，就是刚才断后的那个。”他说到这里顿了顿，眼圈红了。要不是他引开那些东西，我们都跑不到这。年轻小伙子也开口了，脸上还带着惊魂未定的神色：“我叫张磊，街对面汽修店的学徒。昨天晚上老板突然发疯，咬了学徒工，我翻墙跑出来的，在街上晃了一天，遇到了王哥他们。”介绍完，大家都沉默了。铁房子里只有丫丫小声的抽泣声，还有外面隐隐约约的嘶吼声。我看着王建军胳膊上的伤口，2道深深的抓痕，周围的皮肤已经发青发黑了，血是暗红色的，看着很不对劲。李梅也注意到了，往后面缩了缩，抱着丫丫的手紧了紧，小声问：“王哥，你这伤口没事吧？会不会也变成那种东西？”张磊一听，立刻往旁边挪了挪，眼神里带着警惕。王建军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胳膊，苦笑了一声：“我也不知道，要是真变了，你们就直接打死我，别客气，我不能害了我侄女和弟媳妇。”父亲蹲下来，仔细看了看他的伤口，又捏了捏他胳膊上的皮肤，皱着眉说：“现在还说不准，我这里有酒精和消炎药，先把伤口清理干净，把烂肉割掉，能不能扛过去，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”说完，他转身从储物间里翻出医药箱，里面的碘伏、酒精、绷带、消炎药都是他平时攒的，还有一些从废弃诊所收来的未过期药品，本来是以防万一的，没想到真用上了。我帮着父亲给王建军处理伤口，用酒精消毒的时候，王建军疼得额头上全是汗，牙咬得咯咯响，却一声都没吭。割掉腐肉的时候，他浑身都在抖，硬是撑住了。包扎好之后，父亲把消炎药递给他，一天吃3次，先吃着。这2天你就在里屋待着，别乱跑，要是有不对劲的地方，立刻说。王建军点了点头，说了声谢谢。处理完伤口，天已经蒙蒙亮了，窗外的天色泛着鱼肚白，外面的嘶吼声好像也少了很多，没那么密集了。父亲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透过小窗户往外看了看，说：“白天这些东西好像迟钝点，都躲在阴凉地里，咱们趁这个功夫把围墙的薄弱点加固一下，不然到了晚上再来几只巨型的，肯定挡不住。”大家都没意见，现在这地方是唯一的安全屋，守不住的话，大家都得死。父亲负责电焊，他翻出护目镜和焊枪，接上发电机的电，开始给凹进去的围墙补钢板。我和张磊负责递钢板、搬钢筋。王建军虽然受伤了，也坚持要帮忙搬点轻的东西。李梅带着丫丫在铁房子里收拾东西，给大家准备吃的。忙到中午，太阳升得老高，晒得人皮肤发烫。围墙的薄弱点终于加固好了，又焊了2层厚钢板，还加了血撑，看起来比之前结实多了。我们坐在铁房子里吃午饭，就着矿泉水啃压缩饼干。丫丫饿坏了，拿着饼干小口小口的吃，也不闹，乖得让人心疼。张磊啃着饼干，忽然开口说：“王大叔，咱们总守在这也不是办法，人越来越多，物资总有吃完的一天，而且这些东西越来越多，围墙早晚守不住。我听说城郊有官方的避难所，有军队守着，要不咱们趁白天往那边撤吧？”王建军立刻摇头：“不行，外面到处都是丧尸，从这到城郊10几公里，怎么过去？路上遇到狮群，跑都跑不了。在这里至少有吃有喝，还有墙挡着，
出去就是送死，守在这里才是等死。张磊急了，丧尸越聚越多，还能从下水道钻，咱们就是瓮中之鳖，等他们把这里围死了，想走都走不了了，那也不能拿命去赌。两个人吵了起来，声音越来越大。父亲敲了敲桌子，沉声道：“都别吵了，现在出去确实太冒险，我们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，贸然出去就是找死。但守在这里也不是长久之计，物资消耗太快了。”他顿了顿，看向窗外，这样下午我们组队出去一趟，看看附近的情况，顺便搜集点物资。街对面有个小超市，应该还有剩下的东西，能多带点就多带点。张磊立刻说：“我去。”王建军也说：“我也去。”你不行。父亲看了他一眼：“你受伤了，留下守家，照顾他们母女，我带他俩去就行。”下午3点多，太阳最毒的时候，我们准备出发了。父亲给我们每个人都找了装备，他自己拿了那根换了新钢管的武器，戴上了厚牛皮手套和护目镜。我拿了那把消防斧，还有一把别在腰上的菜刀，头上戴了个旧摩托车头盔。张磊拿了个大号扳手和一根撬棍，也戴了个头盔。记住，出去之后别乱跑，跟紧我。父亲叮嘱道：“能绕开的丧尸就绕开，别恋战，拿了东西就回来，别贪心。”我们都点了点头。父亲打开围墙侧面一个隐蔽的小门，这门藏在一堆废铁板后面，只能容一个人侧身通过，非常隐蔽。他先探出头看了看，招手让我们跟上。刚走出废品站，一股热浪混着淡淡的血腥味扑面而来。街道上空荡荡的，路边停着好几辆撞坏的车，玻璃碎了一地，地上散落着包包、鞋子，还有干涸的血迹。偶尔有1-2只丧尸在路边晃，动作慢悠悠的，比晚上迟钝很多，像是被晒蔫了一样。我们贴着墙根走，尽量躲在阴影里，脚步放得很轻。走到一半的时候，张磊不小心踢到了一个空易拉罐，哐当一声脆响，在安静的街道上格外刺耳。不远处的一只丧尸立刻转过头，朝着我们的方向看过来，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音，然后迈开步子朝着我们冲了过来。张磊脸色一白，转身就要跑。别跑！父亲一把拉住他，跑了反而引更多过来。说话间，那只丧尸已经冲到了跟前，父亲侧身躲开他的爪子，手里的钢管横着一扫，狠狠砸在他的膝盖上，咔嚓一声，腿骨直接断了。那丧尸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，我立刻冲上去，举起消防斧，用尽全身力气对着他的后脑勺劈了下去，斧刃深深嵌进了他的脑袋里，黑血喷了我一身。那丧尸抽搐了2下，趴在地上不动了。我拔了半天斧头才拔出来，手心全是汗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这是我第一次亲手杀死这种东西，那种砍进骨头里的触感让我差点吐出来。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没说话，只是眼神里带着点赞许。我们没敢多停留，继续往前走，很快就到了那家小超市。卷帘门拉下来一半，上面有被撞过的痕迹，歪歪扭扭的。父亲示意我们在门口等着，他侧身钻了进去。过了大概2分钟，里面传来他的声音：“进来吧，里面安全。”我们弯腰钻进去，超市里一片狼藉，货架倒了一大半，地上到处都是散落的零食和包装袋，还有几滩干涸的血迹，但是没看见丧尸，也没看见尸体。看来之前有人来过，抢了一波。父亲蹲下来翻了翻地上的东西，不过还剩不少，保质期长的都拿上，罐头、压缩饼干、矿泉水，还有盐和糖都有用。我们拿出随身带的大背包，开始往里面装东西，专挑体积小、热量高、保质期长的装。没一会儿就装了满满3大包。就在我们准备走的时候，超市后面的仓库里忽然传来了咔嚓一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咬碎了骨头，紧接着是低沉的嘶吼声。我们3个瞬间停下了动作，互相看了一眼，都屏住了呼吸。张磊声音发颤：“里面还有东西。”父亲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慢慢拿起钢管，踮着脚往仓库门口走。仓库的门虚掩着，声音就是从里面传出来的，还有一股浓重的腐臭味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抬脚狠狠踹在了门上，哐当一声，门被踹开了。里面的景象让我瞬间头皮发麻，2只瘦长的丧尸正趴在一具尸体上啃食。听见动静，他们齐刷刷地转过头，眼睛里泛着浑浊的红光，嘶吼着朝我们扑了过来。这2只丧尸比普通的丧尸快太多了，像猎豹一样，几步就窜到了跟前。张磊吓得往后退，绊在倒了的货架上，摔在了地上。最前面那只丧尸立刻调转方向，朝着他扑了过去。小心！我大喊一声，举起斧头劈过去。可那丧尸速度极快，身子一扭就躲开了，反手一爪子扫向我的胳膊。我只觉得胳膊上一疼，幸好穿的是厚外套，爪子刮在衣服上，撕开了一道大口子，没伤到皮肤。父亲冲过来，一钢管砸烂了另一只丧尸的脑袋，黑血溅了一地。然后他转身对着扑向我的那只丧尸后背砸了过去。那丧尸反应极快，居然侧身躲开了，顺势绕到了父亲身后，张开嘴就往他脖子上咬。我情急之下把手里的斧头狠狠扔了过去，斧头旋转着飞出去，正好砸在那丧尸的后背上，斧刃嵌进去一半。他疼得嘶吼一声，动作顿了一下。就这1秒钟的间隙，父亲转过身，双手攥着钢管，狠狠砸在了他的太阳穴上。砰！丧尸的脑袋像烂西瓜一样炸开了，身子软软的倒了下去。仓库里终于安静了，只剩下我们粗重的喘气声。张磊从地上爬起来，脸色惨白，腿都在抖。刚才差点就死了，这东西怎么跑这么快？父亲皱着眉，看来这些东西还不一样，有的力气大，有的速度快，以后更得小心了。他捡起地上的斧头递给我，说：“东西拿得差不多了，赶紧走，别再节外生枝。”我们拎着3个满满的大背包走出超市，朝着废品站的方向走。离废品站还有几十米的时候，我忽然听见了熟悉的惨叫声，是女人的声音，带着恐惧从废品站的方向传过来，是李梅的声音。我心里猛地一沉，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了上来，我拔腿就往那边跑。
背包在身后晃得厉害，我也顾不上了。跑到围墙边的时候，我浑身的血液都快凉了。侧面的小门被撞开了，旁边的围墙塌了一小截，几只丧尸在院子里晃悠，嘶吼着撞铁房子的门。李梅的哭声和丫丫的尖叫声从铁房子里传出来，断断续续的。王建军不见了，血顺着围墙的缺口流下来，在地上汇成了小小的一滩，黑红色的，刺得人眼睛疼。我脑子嗡的一声，拎着消防斧就冲了进去。院子里的3只丧尸听见动静，齐刷刷的转过头，青灰色的脸上挂着血渍，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嘶吼，张牙舞爪的朝我扑过来。最前面那只速度极快，眨眼就到了跟前，爪子带着腥风抓向我的脸。我侧身躲开，手里的斧头横着劈过去，砍在他的腰上，却只砍破了皮肤，卡在了骨头里。小心侧面！父亲的声音在身后响起。我余光瞥见另一只丧尸从左边扑过来，赶紧松手放开斧头，往地上一滚，躲开了这一抓。父亲和张磊也冲了进来，3个人背靠背站成3角，和3只丧尸对峙着。张磊，你手右边！父亲大喊一声，攥着钢管迎上了最壮的那只。我从地上爬起来，拔出腰上的菜刀，对着刚才那只被我砍伤的丧尸冲过去。他动作慢了半拍，我绕到他身后，跳起来对着他的后脑勺狠狠砍了下去。菜刀不如斧头沉，砍了2下才砍破头骨，黑血溅了我一脸。另一边，父亲已经解决了一只，正和最后一只缠斗。那只丧尸速度很快，围着父亲转圈，找机会下口。张磊在旁边想帮忙，又怕误伤，急得团团转，把他逼过来。父亲喊了一声，张磊立刻举起撬棍，从侧面砸过去。那丧尸往旁边一躲，正好撞进父亲怀里。父亲胳膊一勒，锁住他的脖子，另一只手攥着钢管，对着他的天灵盖狠狠砸了下去。1下2下，丧尸的身子软了下来，瘫在了地上。院子里终于安静了，只剩下我们粗重的喘气声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和腐臭味。地上横七竖八躺着3具丧尸的尸体，还有不少血迹。王哥呢？张磊先反应过来，四处张望，理解他们呢。我心里一紧，赶紧跑到铁房子门口，拍着门喊：“妈，李姐，开门，是我们！”里面的哭声停了，过了几秒，门哗啦一声拉开了一条缝。母亲探出头，看见是我们，才松了口气，把门打开。李梅抱着丫丫躲在墙角，浑身都在抖，丫丫哭得脸都紫了。看见我们进来，李梅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：“你们可回来了，刚才吓死我了！王建军呢？”父亲皱着眉问：“他不是守家吗？”李梅的哭声顿了顿，眼泪掉得更凶了。王哥他为了救我们，被丧尸抓伤了，不对，是被咬了。原来我们走了之后，大概过了1个多小时，后院忽然传来动静。王建军过去查看，发现后院的下水道口被掀开了，从里面钻出来3只丧尸。他怕丧尸冲过来伤到李梅母女，就没往铁房子里退，反而拿着钢筋冲了上去，把丧尸往远处引。他打死了2只，但是第3只趁机咬在了他的胳膊上。他拼着最后一口气，把那只丧尸的脑袋砸烂了，然后就靠在围墙边，不让自己过来。他说他被咬了，不能靠近我们，让我们把门锁好，等你们回来。李梅哭着说，然后就没声音了。我心里一沉，和父亲对视了一眼。我去后院看看。父亲拿起钢管往后院走，我赶紧跟了上去。后院堆着很多旧轮胎和塑料桶，角落里的下水道井盖歪在一边，井口黑黢黢的。旁边的墙根下，王建军靠在那里坐着，头垂着，胳膊上的伤口血肉模糊，地上流了一大滩血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慢慢走过去，喊了一声王哥，他没反应。父亲示意我别过去，他自己慢慢走近，用钢管挑了挑王建军的肩膀。王建军缓缓抬起头，他的眼睛已经变成了浑浊的灰白色，脸上青筋暴起，嘴角流着黑血，看见我们，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音，想要站起来，他还是变异了。我心里一阵难受，明明上午还在一起说话，一起加固围墙，还是个为了保护侄女和弟媳妇拼命的男人，现在就变成了这副样子。父亲叹了口气，握紧了钢管，兄弟，对不住了。他走上前，一钢管砸在了王建军的头上。闷响过后，世界安静了。父亲蹲下来，从王建军兜里掏出那张他之前看过的全家福照片，擦了擦上面的血，收了起来。等局势稳了，找个地方把他埋了。父亲声音很低，是条汉子。我们回到铁房子里，谁都没说话。李梅听见王建军变异了，又哭了一场，丫丫也跟着哭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张磊坐在角落里，低着头，半天没说话。过了好久，他才抬起头，声音沙哑地说：“对不起，之前是我太冲动了，外面确实太危险了，还是这里安全点。”父亲摇了摇头，现在说这个没用，围墙破了，后院还有下水道口，守不住了。这些东西能从地下钻进来，我们防不胜防，那怎么办？我问，把下水道口都封死吗？废品站下面的下水道四通八达，你封死一个，他们还能从别的地方钻。父亲皱着眉，而且今天只是来了3只，下次可能来10只、20只。院子已经不安全了，以后我们只能待在铁房子里，大门紧锁，尽量不发出声音。那物资呢？张磊问。我们带回来的物资，还有院子里的东西都不要了，重要的都搬进来，不重要的就算了。父亲站起身，趁现在天还没黑，赶紧把外面能用的东西都搬进来，尤其是柴油和发电机，还有净水设备，这些是命根子。我们忙了一下午，把院子里的重要物资都搬进了铁房子里，本来就不大的储物间，塞得满满当当的。父亲还特意在后院的下水道口压了一块几百斤重的旧机床，暂时应该能挡住。忙完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外面的嘶吼声又渐渐密集了起来，比昨晚还要多，还要吵，好像白天散出去的丧尸，晚上又都聚集回来了，围着废品站转。
我们关了灯，只留了一盏小小的应急灯，围坐在桌子边吃今天从超市带回来的罐头。丫丫已经睡着了，躺在里屋的床上，李梅坐在床边看着她，眼神呆滞。母亲在旁边陪着她，时不时安慰2句。我吃了2口罐头就没胃口了。今天杀了4只丧尸，还看着王建军变成那样，心里堵得慌。父亲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怕了。我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，有点怕，但更多的是说不上来的感觉。以前总觉得末日是电视里的事，没想到真发生在自己身上了。爸以前跟你说过，天有不测风云，多攒点东西总没错。父亲叹了口气，我干了10几年废品回收，见过太多人好好的家说散就散，好好的东西说扔就扔。日子好过的时候，没人想着坏的时候，真等坏日子来了就晚了。我看着父亲，他脸上还是带着常年和废品打交道留下的锈迹，手很粗糙，布满了老茧。就是这双手，捡了10几年破烂，被人叫了10几年破烂王，却在末日来临的时候，给我们一家人焊出了一个安全的家。以前我总觉得他丢人，同学问我爸是干什么的，我都不好意思说。现在想想，那些光鲜亮丽的，在灾难来临时，未必有我爸厉害。就在这时，哐当一声巨响从后院传来，我们所有人都心里一紧，立刻站了起来。是下水道那边。张磊脸色发白，父亲拿起钢管，走到观察口往后院看，我也凑了过去，就见后院那块压在下水道口的旧机床，居然被顶得晃动了一下又一下，下面有东西在往上顶，不好，下面的东西不少。父亲的脸色沉了下来，机床压不住多久，那再压点东西上去。我急着说没用，父亲摇了摇头，下面要是有10几只，一起用力，再重的东西都能顶开，而且这只是一个口，谁知道还有多少个口在院子里。他顿了顿，看向我们，语气很严肃，这地方不能待了，围墙破了，下水道防不住，再守下去，早晚被他们耗死，我们得走。走去哪？张磊急着问。外面到处都是丧尸，晚上出去不是送死吗？我有个地方，父亲说，后面废弃的纺织厂，我以前经常去收废品，对那里熟得很。厂区大，围墙高，还有个大地下室，本来是我用来放存货的，存了不少东西。从这里过去有条小巷子，绕开主路，大概10几分钟就能到。晚上走太危险了吧？母亲皱着眉说，丫丫还这么小，等到了明天可能更危险。父亲说，现在下面的东西还没出来，我们趁这个功夫走，还能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等明天尸群聚的更多，围墙全塌了，我们想走都走不了了。大家都沉默了，谁都知道父亲说的是对的，那就走。我先开口，总比在这里等死强。李梅也点了点头，抱紧了怀里的丫丫，我听大哥的。张磊也没意见。父亲见大家都同意了，立刻开始安排，每人背一个背包，装水、食物、药品、手电筒，还有打火机，不用带太多，够路上用的就行。那边我存了物资，女人和孩子走中间，我在前面开路，小子你断后，张磊你在中间护着他们。我们立刻开始收拾东西，每个人都背上了沉甸甸的背包。父亲还找了几件厚衣服给我们穿上，防止被抓伤。一切准备就绪。父亲深吸一口气，看向铁房子的后门，那是他之前留的，直通后院，本来是为了方便运货，现在成了我们的逃生通道。记住，出去之后别出声，跟紧我。父亲压低声音，遇到丧尸能绕就绕，绕不开就往死里打，别犹豫。我们都点了点头，停住了呼吸。父亲缓缓拉开后门的插销，慢慢推开一条缝。后院里机床还在一下一下的晃动，下面的嘶吼声闷闷的传上来，听得人头皮发麻。墙角的阴影里还站着2只丧尸，正背对着我们晃来晃去。父亲做了个手势，示意我们跟上。他率先侧身溜了出去，贴着墙根往前走，脚步轻得像猫。我们一个接一个的跟出去，大气都不敢喘。李梅抱着丫丫，丫丫很乖，醒了也不哭，紧紧抱着妈妈的脖子。就在我们快要走到后院小门的时候，忽然哗啦一声巨响，下水道口的机床被顶翻了，几只青灰色的手从井口伸了出来，扒着边缘往上爬。伴随着密集的嘶吼声，一只接一只的丧尸从里面钻了出来。阴影里的2只丧尸也转过了头，看见我们，嘶吼着冲了过来。跑！父亲大喊一声，一把推开后院的小门，往巷子里跑。快！嘶吼声瞬间在身后炸开，我最后一个冲出小门，反手把门带上，却听见哐当一声，丧尸的爪子已经抓在了门上，力道大的差点把门拍飞。别回头，往前跑！父亲的声音在前面响起。巷子里很黑，只有远处的路灯光透进来一点，地面坑坑洼洼的，到处都是垃圾。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前跑，背包在身后晃得厉害，每个人都喘得像拉风箱。身后的脚步声和嘶吼声越来越近，那些丧尸从后面追了上来，速度极快，这样跑不行，他们追得太快了。张磊边跑边喊，声音里带着慌。父亲回头看了一眼，咬了咬牙，你们往前跑，到前面的拐角等我，我挡一下。爸，我急了，我跟你一起，别废话，照顾好你妈和他们。父亲大喊一声，猛地停住脚步，转身攥着钢管，朝着追在最前面的丧尸迎了上去。我咬了咬牙，知道现在不是矫情的时候，赶紧护着母亲和李梅他们往前跑。身后传来打斗的声音，钢管砸在骨头上的闷响，还有丧尸的嘶吼声。我心里揪得紧紧的，时不时回头看一眼，只能看见父亲的身影在黑影里和几只丧尸缠斗。跑到拐角处，我们停了下来，躲在墙后面等着。过了大概1分钟，父亲的身影跑了过来，身上沾了不少黑血，呼吸也很急促。爸，你没事吧？我赶紧迎上去。没事，解决了3只。父亲喘着气摆了摆手，快走，
后面还有不少，马上就追上来了。我们继续往前跑，这条巷子很长，弯弯曲曲的，两边都是废弃的老房子，路上偶尔能遇到几只落单的丧尸，都被父亲提前绕开了。跑了大概10几分钟，前面出现了一道高大的铁门，门上面锈迹斑斑，写着红星纺织厂几个大字。到了，父亲松了口气，快步走过去，从兜里掏出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旁边的小门。我们赶紧钻了进去，父亲反手把门锁好，又推过来一根粗铁棍抵在门上。厂区里黑漆漆的，到处都是高大的厂房，还有堆得像小山一样的棉纱和废机器。风吹过，树叶沙沙响，反而比外面安静很多，听不到嘶吼声。这里安全吗？李梅小声问，抱着丫丫的手还是紧的。暂时安全，父亲说。这厂子倒闭5、6年了，平时没人来，围墙有3米高，比废品站结实多了。走，先去地下室。我们跟着父亲穿过厂区，走到最里面的一个旧仓库前。仓库的门是大铁门，锁得很牢。父亲打开门，带着我们走进去，然后掀开角落里的一块帆布，露出一个通往地下的入口，有台阶延伸下去，下面是以前的防空洞，后来改成仓库了，我收拾过。父亲说着，拿起旁边的手电筒，率先走了下去。我们跟着往下走，台阶很长，走了大概10几级才到底。地下室比我想象的大得多，很干燥，通风也不错，分成了好几个房间，里面堆着不少东西，成袋的大米、面粉码得整整齐齐，还有几箱罐头和压缩饼干堆在墙角，甚至还有一台小型柴油发电机，旁边放着4个大油桶。我看呆了，爸，你什么时候弄了这么多东西？父亲笑了笑，有点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，这几年收废品攒了点钱，没乱花，就慢慢往这囤。一开始是怕物价涨，后来看到医院那些废料，就多囤了点。本来还怕你妈说我瞎折腾，没想到真用上了。母亲瞪了他一眼，嘴角却带着笑意。我什么时候说过你？你爱攒就攒呗，反正都是你自己挣的。大家都松了口气，脸上终于有了点笑意。从昨晚到现在，一直紧绷着的神经，终于能稍微放松一点了。地下室有3个房间，最大的那个当储物间，另外2个可以住人。父亲把女眷安排在里间，我们3个男人住在外间，方便守着入口。当天晚上，我们吃了顿热乎的，父亲居然还存了个小煤气灶，煮了点米粥，就着咸菜吃。丫丫喝了小半碗粥，终于露出了点笑脸。吃完饭，大家轮流守夜，父亲值第1班，我值第2班，张磊第3班。我躺在硬纸板铺的床上，却睡不着，脑子里反复闪过今天的画面：丧尸的脸，王建军变异的样子，父亲在巷子里缠斗的背影。我忽然觉得自己太没用了，一直以来都是父亲在保护我们，从建房子到打丧尸到找退路，全都是他在扛。我这个当儿子的，好像什么忙都帮不上，只会拖后腿。不行，我不能一直这样，以后的日子还长，我得变强，得能帮父亲分担，能保护这个家。迷迷糊糊间，我睡着了，不知道睡了多久，我被张磊叫醒，轮到我守夜了。我揉了揉眼睛，拿起钢管，走到入口的台阶上坐着。地下室里很安静，只有大家均匀的呼吸声，外面静悄悄的，听不到丧尸的声音，好像真的安全了。我坐了一会儿，正有点犯困，忽然听见上面传来咚的一声轻响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落在了仓库的地板上。我瞬间清醒了，握紧了钢管，屏住呼吸听着，紧接着是脚步声，慢悠悠的在仓库里晃，不止一个。我心里一紧，赶紧下去把父亲叫醒。爸，上面有动静，好像有丧尸进来了。父亲立刻醒了，拿起手电筒，示意大家别出声。他轻手轻脚地走上台阶，趴在入口处听了一会儿，脸色沉了下来。有3只在仓库里晃，估计是跟着我们过来的，从围墙翻进来了。那怎么办？张磊小声问。他们会不会发现入口？入口藏在帆布下面，应该没那么容易发现。父亲皱着眉，但总在上面晃也不是事，万一他们碰倒了东西，引来更多就麻烦了。他顿了顿，看向我，走，咱俩上去把他们解决掉。张磊，你留下守着他们。我点了点头，握紧了手里的消防斧。父亲慢慢推开入口的盖板，探出头看了看，然后对我做了个手势，率先爬了上去。我跟着爬上去，躲在机器后面。仓库里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，能看见3只丧尸在里面漫无目的的晃悠，都是普通的丧尸，没看见巨型的。父亲指了指最左边那只，又指了指我，示意我对付左边的，他对付右边的，中间那个一起上。我点了点头，深吸一口气，握紧了斧头。我们2个同时冲了出去，我直奔左边那只丧尸。他刚转过头，我已经跳起来，一斧头劈在了他的脑袋上，斧刃深深嵌进去，他哼都没哼一声就倒了。父亲也解决了右边那只，中间那只听见动静，刚要嘶吼，父亲一钢管砸过去，直接砸烂了他的嘴。我补了一斧头，彻底解决了。整个过程不到半分钟，干净利落。我喘着气，心里有点小兴奋。刚才的动作一气呵成，我居然一点都没怕，下手也稳了很多。父亲看了我一眼，点了点头，眼里带着赞许，进步挺快。我笑了笑，心里暖暖的。就在我们准备把尸体拖出去的时候，忽然听见仓库外面传来了密集的脚步声，还有嘶吼声，越来越近，好像有很多丧尸朝着仓库这边过来了。父亲脸色一变，不好，刚才打斗的声音引来了尸群。我们赶紧跑到窗户边往外看，月光下密密麻麻的丧尸从厂区的各个方向涌过来，至少有几10只朝着仓库聚集。怎么会这么多？我倒吸一口凉气，估计是我们跑过来的时候一路引过来的，都在厂区里散开了，刚才听见声音就都聚过来了。父亲皱着眉，赶紧下去把入口封死。我们赶紧爬回地下室，把盖板盖好，
又推过来2个沉重的货箱压在上面。刚弄好，就听见上面传来了撞门的声音，还有丧尸的嘶吼声，密密麻麻的，听得人头皮发麻。他们进不来吧？张磊脸色发白地问。仓库的大门是厚铁门，应该能撑住。父亲说，但是这么多丧尸聚在上面，我们也出不去。不过没关系，这里物资够多，撑几个月没问题。等他们散了再说。大家都点了点头，暂时放下心来。可谁知道这一等就是3天。3天里，上面的丧尸不仅没散，反而越来越多，好像整个片区的丧尸都聚集到纺织厂来了。白天黑夜都在撞门，嘶吼声就没停过。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。这么多丧尸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走。第4天晚上，撞击声忽然变大了，比之前任何一次都响，整个仓库都在晃。父亲脸色一变，立刻爬到入口处听。不好，有巨型丧尸，不止一只。他沉声道：“他们在撞仓库大门。”话音刚落，哐当一声巨响，像是大门被撞开了。紧接着，密集的脚步声涌进了仓库，嘶吼声就在头顶上。他们进来了！张磊吓得声音都变了。别怕，盖板结实，他们发现不了入口。父亲嘴上这么说，脸色却很难看。可事情的发展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坏。丧尸们在仓库里四处乱撞，到处扒拉东西。没过多久，就听见哗啦一声，盖在入口上的帆布被扯掉了，然后有爪子抓在了盖板上，发出刺耳的刮擦声。他们发现入口了。李梅吓得捂住了嘴，呀呀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父亲立刻站起来，攥着钢管，盯着入口的盖板。别慌，盖板是厚钢板做的，他们打不开。话还没说完，咚的一声巨响，盖板猛地往下一沉，像是有什么东西重重砸在了上面。1下、2下、3下，每一下都震得灰尘往下掉，盖板的边缘开始变形，是巨型丧尸在砸盖板。这样下去不行，盖板迟早被砸烂。我急着说：“爸，我们还有别的出路吗？”父亲皱着眉思索了几秒，忽然说：“有，防空洞还有另一个出口，通到厂区后面的后山，就是很久没用了，不知道堵没堵。那我们赶紧走。”张磊急着说：“走！”父亲当机立断，拿上物资往后面走。我们赶紧背起背包，父亲拿着手电筒在前面带路，往防空洞深处走。里面越来越窄，越来越黑，空气也越来越闷。走了大概几十米，前面出现了一道铁门，锈迹斑斑的。父亲推了推门，纹丝不动，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。糟了，好像锈死了。父亲皱着眉，用力推了几下，还是不动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了轰隆一声巨响，入口的盖板被砸穿了。丧尸的嘶吼声顺着通道传过来，越来越近。父亲急了，和我一起用力撞门，哐哐撞了好几下，门还是没开。嘶吼声越来越近，已经能看见通道尽头晃动的黑影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父亲忽然从包里掏出一把大锤，对着门锁狠狠砸了下去。咔嚓一声，锁被砸烂了。他用力一推，铁门吱呀一声开了。外面是后山的树林，月光透过树叶洒下来。快出去！父亲大喊。我们赶紧往外跑，刚跑出通道，就听见身后的丧尸已经冲了过来，嘶吼声就在耳边。父亲最后一个出来，反手把门关上，又用一块大石头顶住了门。我们靠在门上，大口喘着气，都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现在怎么办？张磊喘着气问。防空洞也不能回了。父亲没说话，抬头看向远处，后山下面是一片居民区，亮着几点微弱的灯光。你们看，父亲指着那几点灯光，那里有幸存者。我们都看过去，果然，漆黑的居民区里有几扇窗户亮着灯，在黑夜里格外显眼。过去看看。我说，人多力量大。父亲点了点头，走，过去看看，小心点，别惊动丧尸。我们沿着小路往下走，刚走到居民区边缘，就听见前面传来了枪声，砰砰2声枪响，在夜里格外清晰。紧接着是人的喊叫声，还有丧尸的嘶吼声，乱成一团。我们对视一眼，赶紧朝着声音的方向跑过去。跑到一栋居民楼前，就看见楼门口围着10几只丧尸，楼上有几个人拿着枪往下打，但是枪法不太准，打了好几枪才打死一只。楼门口有一只巨型丧尸，正一下一下撞单元门，门已经变形了，眼看就要撞开。不好，门要破了！我急着说。父亲皱着眉看了看周围，忽然说：“走，我们从后面绕上去，看看能不能帮上忙。”枪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，每一声都像敲在人心上。我们沿着居民楼的外墙往后绕，楼道里的声控灯时不时亮一下，映出墙上斑驳的血迹。后门的防盗门虚掩着，里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喊叫声。父亲示意我们别出声，他先推开门，探头看了看，然后招手让我们进去。楼道里堆着不少杂物，还有打翻的垃圾桶，血腥味很重。我们顺着楼梯往上走，走到3楼的时候，就看见几个人守在楼梯口，手里拿着猎枪和菜刀，脸色都很紧张。看见我们上来，他们立刻举起枪，警惕地喊：“谁？别开枪！我们是幸存者！”父亲赶紧举起手。我们在后面山上看见这边有灯光，听见枪声，过来看看能不能帮忙。那几个人对视了一眼，其中一个中年男人放下枪，上下打量了我们一下：“你们从哪来的？外面尸群那么多，你们怎么过来的？”“从纺织厂那边过来的。”父亲说：“下面的门快被巨型丧尸撞开了，你们这么守着不是办法。”中年男人叹了口气，一脸愁容：“我们也知道啊，但是没办法。楼里一共12个人，老的老小的小，根本冲不出去。刚才想打死那只大的，结果枪都打不透他的脑袋，白费子弹。”我心里一惊，连猎枪都打不透，这些巨型丧尸的头骨到底有多硬？父亲皱着眉走到窗边往下看了看，那只巨型丧尸还在撞门，单元门已经凹进去一大块，锁都掉了，估计再撞几下就破了。楼下围着10几只普通丧尸，都在扒着门嘶吼，这样下去最多10分钟门就破了。
了。父亲收回目光，看向中年男人：“你们这里有没有粗绳子？还有重物，比如冰箱、洗衣机之类的？”“有绳子，冰箱也有。怎么了？”中年男人疑惑地问。“把绳子系在冰箱上，从窗户扔下去，砸那只大的。”父亲指着下面，他一直在门那站着，正好在窗户正下方。冰箱从3楼砸下去，就算砸不死，也能砸晕他。中年男人眼睛一亮：“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”他立刻招呼几个人去搬家里的旧冰箱。那是个双开门的大冰箱，沉得很，5、6个人一起用力，才慢慢挪到窗边。父亲指挥着，把粗绳子牢牢系在冰箱上，另一头系在暖气管上，然后大家一起用力，把冰箱慢慢推到窗户边。“准备好了吗？”父亲喊。“我数3、2、1，一起松手。3、2，松！”冰箱猛地往下坠，带着风声，直直地砸向那只巨型丧尸。那丧尸好像察觉到了什么，抬起头往上看，砰！一声巨响，冰箱结结实实地砸在了他的脑袋上，巨大的冲击力直接把他砸得跪了下去，脑袋歪在一边，半天没动静。楼下的普通丧尸都被惊动了，嘶吼着围了过去。“成了！”楼上的人都欢呼起来。“别高兴太早。”父亲皱着眉，不知道死透没有，而且下面还有10几只，我们还是出不去。中年男人点了点头，脸色又沉了下来。“是啊，就算打死了这只大的，下面还有那么多，我们也冲不出去。粮食也快吃完了，撑不了几天了。”父亲思索了一下，说：“我有个地方，在纺织厂后山那边有个废弃的厂房，地方大，围墙高，物资也充足。你们要是愿意，可以跟我们一起过去。”中年男人眼睛一亮：“真的？在哪？安全吗？”“本来挺安全的，就是防空洞被狮群攻破了。不过厂区很大，还有别的厂房可以用。”父亲说：“只要把围墙守好，比守在居民楼里强多了。”中年男人和身边的人商量了一下，都点头同意。守在这里早晚是死，不如拼一把，去那边还有活路。但是下面那么多丧尸，我们怎么冲出去？有人问。父亲看了看楼下，又看了看楼道里的杂物，心里有了主意：用火。他说：“把楼道里的旧家具、废木头都堆在门口，点着了，把丧尸引开，然后我们从后门冲出去，往后山跑，他们追不上我们。”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可行，立刻开始行动，把家里的旧沙发、旧柜子，还有楼道里的废木头都搬到了单元门的门廊里，堆成了一大堆。父亲又找了2瓶白酒，倒在上面，做了2个简易的燃烧瓶。“准备好了吗？”父亲拿着打火机看向大家，等火一烧起来，丧尸肯定会往后退，我们就趁机冲出去，往后山跑，别回头。老人和孩子走中间，年轻人在两边护着。所有人都点了点头，脸上带着紧张，也带着点希望。父亲深吸一口气，点燃了一个燃烧瓶，对着门口的柴火堆扔了过去。轰的一声，火苗窜了起来，瞬间烧成了一片火海，浓烟滚滚，热浪扑面而来。门口的丧尸果然被吓到了，嘶吼着往后退，离开了单元门口。冲！父亲大喊一声，率先拉开门冲了出去，我们紧随其后。一群人趁着火势冲出了单元门，朝着后山的方向跑。火光照亮了周围，也引来了更多的丧尸。我们身后跟着一大群嘶吼的丧尸，脚步声密密麻麻的，像催命符一样。快跑，往山上跑！父亲在后面喊着。大家拼了命的往上跑，老人和孩子跑不动，年轻人就扶着背着。我扶着一个老奶奶，跑得气喘吁吁，腿都软了，还是咬牙坚持着。跑了大概10几分钟，终于跑到了山顶的一处旧厂房前。父亲打开门，让大家都进去，然后把门牢牢锁死。所有人都瘫在地上，大口大口的喘着气，没人说话，只有粗重的喘息声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中年男人才缓过来，对着父亲抱了抱拳：“大哥，多谢你了。我叫赵国栋，以前是这个厂的保卫科科长。要不是你，我们今天都得为了那些怪物。客气啥？都是幸存者，互相帮衬是应该的。”父亲笑了笑：“我叫王建国，大家都叫我老王。”赵国栋看了看四周，这是个废弃的车间，空间很大，房顶很高，门窗都很结实。王大哥，你说的地方就是这？这是其中一个。父亲说：“纺织厂厂区大，这样的车间有好几个，只要我们把围墙加固好，再把几个车间连通起来，就能建成一个大的避难所。这边废钢材、废机器有的是，只要会电焊，就能加固防御。”赵国栋眼睛亮了：“我会电焊，以前在厂子里什么都干过，还有几个工人兄弟也都会点手艺。”那就好。父亲笑了：“我干了10几年废品回收、电焊、修东西都在行，只要大家齐心协力，肯定能守住这里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们就在这个废弃纺织厂里安顿了下来。”父亲成了大家的主心骨，他带着男人们用厂区里的废钢材、旧机器加固围墙、焊接铁门、修建瞭望塔。3米高的围墙被再加高了1米，上面焊满了尖锐的钢筋头，比废品站的围墙结实10倍。他们还把几个车间打通了，改造成了居住区、储物间、医疗室，甚至还弄了个小作坊，用旧机器打造武器和工具。母亲和李梅带着几个女人负责做饭、收拾卫生、照顾老人和孩子。他们还在厂区的空地上开辟了小菜园，种上了土豆和白菜，虽然长得慢，但好歹是个盼头。我和张磊还有几个年轻小伙子组成了巡逻队，每天沿着围墙巡逻，清理落单的丧尸，搜集附近的物资。我的身手越来越好，对付普通丧尸已经不在话下，偶尔遇到速度快的也能从容应对。期间也遇到过几次狮群围城，最多的一次有上百只，还有好几只巨型丧尸，但是靠着坚固的围墙和大家齐心协力，都挺了过来。父亲设计的陷阱、滚木、燃烧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，每次都能让狮群损失惨重。所有人都很佩服父亲，说他是能人，别人眼里的破烂，在他手里都能变成救命的宝贝。大家都叫他王哥或者王叔，没人再提破烂王这3个字，只有我知道，他永远是我的破烂王父亲。这天傍晚，我和父亲站在瞭望塔上，看着远处的夕阳，夕阳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，远处的城市静悄悄的，偶尔能听见几声丧尸的嘶吼，却不再让人觉得恐惧。厂区里炊烟袅袅，
孩子们在院子里玩耍，女人们在摘菜，男人们刚干完活，坐在一边休息聊天，一片祥和的景象，完全看不出是在末日里。爸，你当初怎么就想到要建这些呢？我问。别人都没当回事，就你提前准备了这么多。父亲笑了笑，摸了摸下巴上的胡茬，干我们这行的，天天跟破烂打交道，最知道什么东西有用，什么东西没用。别人看着是垃圾的，说不定哪天就能救命。日子好过的时候，也得想着难的时候，不能把路走死了。他顿了顿，看向厂区里的人们，语气很平和。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，就想让你们娘俩平平安安的。现在多了这么多人，也算积德了。我看着父亲的侧脸，夕阳洒在他脸上，皱纹里都带着光。他还是那个皮肤黝黑、手上布满老茧的男人，还是那个被人叫了10几年破烂王的废品回收站老板。可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男人，用他捡了10几年破烂练出来的手艺，用他未雨绸缪的谨慎，用他宽厚善良的本心，在这个末日里，不仅护住了自己的家人，还给这么多幸存者撑起了一片天。以前我总觉得捡破烂是丢人的事，总觉得父亲不够体面。现在我才明白，真正的体面不是穿得多光鲜，赚多少钱，而是在风雨来临的时候，能挺直腰杆，护住自己想护的人。想什么呢？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笑了笑，摇摇头，没什么，就是觉得有你在真好。父亲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，笑得很憨厚，和那天在铁房子里的笑容一模一样。远处又传来了几声丧尸的嘶吼，厂区里的人们却依旧该干什么干什么，没人慌乱，因为他们知道有这道用废品和钢铁铸成的围墙在，有这群齐心协力的人在，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。末日还很长，前路还很难，但我知道，只要跟着父亲，跟着这群人，我们就能一直走下去。我的破烂王父亲用他的一双手，在废墟之上，为我们建起了一座新的堡垒，也建起了活下去的希望。